嗨，亲爱的选项一的朋友，今天的占卜题目我们要来看一下，你跟他是相互喜欢吗？然后最后也会有一些他想要对你说的话，内心话。那么今天呢，一样是有延伸占卜的哦。延伸占卜我们会来看看你们最终会不会在一起，以及造成在一起的关键契机会是什么。好，那么今天使用的牌卡就是一样是跟上一集一样是限量的心灵之镜塔罗牌。听完解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到我的网站选购哦。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解牌。首先，我先来验证牌哦，看一下选项一的朋友现在是什么样子的状况，什么样子的情形。好，好，选项一的朋友现在，比较像是处于一种在有一点点像是休息，有一点点像是疗伤，有一点点觉得对，好像就是感觉是有发生了一些事件啊。那这个事件的产生呢，有可能是对你有比较大程度的打击的哈。那这个打击有点影响到你，那种好像觉得有一点对未来有一点感到绝望哦。我觉得这个打击很有可能比较像是跟家里有关的，有可能是来自于你的家庭亲戚这方面的哈，感情也有，也有看到好像有部分的朋友是感情好像来到了一个篇章的结束，那即将要迎向新的篇章，但是呢，又仿佛放不下过去。我觉得不能说放不下，应该说是放下了哦。但是因为是造成了伤痕，所以呢，导致我们选项一的部分朋友哦，有可能有那种踌躇不前的感觉，会有一点点对感情失去了信心，会担心说，如果现在就开启一个新的感情，或者是说，我现在开始去找新的对象，我会幸福吗？会有这种怀疑的感觉。这种怀疑是已经有点否定了自己某部分哦，就是原本的你其实是如此的美好哦，可能你在各方面条件哦都是会让人家羡慕的，可是呢，你好像好不容易过了这个就是前一个篇章，好不容易画下一个句点的时候，却让你开始反思，然后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真的不配，有一种觉得自己看扁自己的感觉哦。选项一的朋友，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是处于一个疗伤、休息、自我探索、自我疗愈的阶段。你开始在反思，过去发生的点点滴滴。因为我不排除你这个篇章的结束，应该是你人生中一个蛮大的关卡哦。你认为说这个关卡，有一点点像是你人生，我觉得可能有部分的朋友已经好几年了处于这个
这个在面对这个关卡的这个时光，那突然呢画下了一个句点哦，应该是好事，就是你自己理智上也知道是好事，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心里就酸酸的哦，好像有一点忧愁哦，有一点过不去哦，有一点在想，我这个是什么心情啊？我这个是什么样子的复杂感觉啊？好像自己在了解自己的过程当中，所以其实，我觉得看似是好的哦，就是有一种在自我探索的比较，你有一点陷入比较积极的忧伤。我不晓得这样讲你能不能够理解，能不能够明白哦？就是这个是你人生中好像必经的一个过程。那么现在呢，是要准备往前走的一个交界点，就是句点画下之后，开启新篇章。你现在在中间，这个先把自己把这个事件整个想透彻一遍的这种感觉哦。这个叫做休止符吗？可是我觉得这个休止符是会再带来另外一段旋律的哈，所以我的感觉是蛮积极正向的一个疗伤时刻。好，这个给你当做验证哦。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进入，他跟你是相互喜欢吗？先来看一下你对他选项1的朋友对他的对象是什么样子的想法？来看看他对你，他对我们选项1的朋友又是什么想法呢？看一下中间。好像有一点明白。好，好，那因为是大众占卜，所以有可能能量是会互换的哈。那我就讲，你们可以自行去替换一下。我觉得现在我感觉这一边所以我就定义 A 方好了我左手边是 A 方，右手边是 B 方哦。左手边我感觉比较像是你耶，那我就先暂时把它定位成你咯。这个 A 方啊，就是我们选项1的朋友应该是刚经历了一些情感上面的转变。这个转变可能是你过去一直把它放在心中可能视为很特殊、很重要的一段关系，画下了句点，有一点点放下了，比较像是你放下了的感觉哦。好，那这个怎么讲啊？就是说，你跟他之前可能是有3方关系的，所以呢，很有可能是你这边有伴侣哦。那这个伴侣呢，可能是已经是就是比较是有毒的关系啦。那已经是被你给怎么讲啊？已经有一点点像是你主动要抽离这段关系的哦，就是很可能你过去有一段很稳定的伴侣关系，那你决定把它结束了，好像也经历了蛮长一段时间，蛮烧脑的方式，终于离开了
可是这个离开了以后，有一点点像是你的心啊，因为已经被画下了伤痕，所以这个伤口现在正在逐渐愈合当中。但是愈合的过程，你还是会看到那个血淋淋的那个伤口，还有那个感受到痛，伤口还没有愈合的那个痛。所以你突然有一种心空掉了的感觉，空空的，你也说不上来是怎么回事，应该要高兴哈，但是又不能说高兴。那说难过呢，其实又不会难过，因为自己都知道这段关系是不健康的，势必是要结束的哈。好，那对方呢，他很有可能其实一直陪伴着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哦，已经一段时间了。他甚至我觉得他是有点像是来帮助你的哦，有点像是知心好友的感觉，就是在你忧伤的时候，他是可以给予你力量的哦，无论是什么样子的帮助的力量哦，就是他有可能像是咨商师啊，这也是在情感上面支持你哦。那也或者就像是真的就是你的好朋友，他会在你流泪的时候听你诉苦，你可能一通电话就找得到他的这种人。那也很有可能他是提供你，就像我刚刚说咨商师这种专业协助的一个对象哦。总之呢，你们是有一种互相帮助的能量，比较像是他来帮助你啦。那他有一点点像是因为工作而认识你的，因为工作而接触到你的，比较偏职场好的方向，而你们产生关系的哈。好，那结束了以后，现在的话呢，我觉得选项一的朋友是心受了很重的伤，所以现在在疗愈，在细数过去。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因为你有一点点想把伤口，就伤口还没有愈合，你想把伤口再拨开来看仔细，让自己刻骨铭心的把它记住哦，以后绝不要再有这样子的伤口。你会感觉这个伤口某部分的程度也有自己画下的这种感觉，你有点点在想说是不是自己哪部分也有错，好，自己是不是也要承担哈？好像自己难道是不是就是罪有应得啊？这种感觉哦。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呢，你开始在面对，好，我感觉你是在这个抽离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应该是获胜的，好，你觉得你是有得到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然后把这个感情画下句点的哦。但是呢，你现在却陷入了有一点点不知所措的感觉。突然好像原本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事情呢，突然就停止了，所以你现在有点不晓得该往哪里去哦。好，那现在的状况就是，你有一点点要开始面对真实的人生的感觉，就是这个世界画下休止符了，但是地球仍然在转啊，你还是要面对着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现实的生活，现实的世界啊，你还是得去工作，你还是得养活自己。突然就觉得有一种不上不下的感觉哈。那对方呢其实他是很替你开心的，因为他觉得你脱身了嘛，他觉得你应该要有新的生命，应该要有新的开始啊。可是呢，他又有感受到你的某程度的
忧郁哦，所以他好像也说不出，也不能太恭喜你这种感觉，所以他就是想要恭喜你，但是又把话含在了嘴里，就没有说出来。他好像，我觉得你的对象哦，他也是有一种蛮敏感的心，某程度你们两个是很相像的哦。就你们两个很有可能都是属于那种，我感觉有点像是可能带有一点点高敏感族群哦，就是很可以感受到人家的情绪，就是不用3-2句话，甚至你可能远距离你也感受得到对方稍微有一点点忧郁啊，有一点忧伤。我相信他是有感受到，所以他本来有满满的那种想要恭喜你的念头就又吞回去了哦，又压抑下去了，所以他就是也在观望你，觉得好像不是时候现在朝你冲过来。那讲到这边啊，我觉得这个人他是喜欢你，而你开始啊，你原本可能也是觉得很喜欢他，但是现在突然有一点点止住了。好，总之啊，现状对方的能量啊，就是有一点点像是，开车的话，油门都已经要踩下去了，却觉得有一点点不对劲，就马上赶紧踩了刹车的感觉哈。所以他现在是有一点点，在观望，要往前，还是停在原地哈？哦，好，接下来啊。我觉得你们的关系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哦。就是，其实 A 方是把 B 方视为那种可以长相厮守，应该是视为终身伴侣哦，是这样看待的。他是有这样子的期望。那现在就是有一点点在两个都在较劲。我觉得不能讲较劲，两个都在观望哦，在试探，在等待，是不是对方先有所行动？那我觉得过去应该都是就是在这个三方关系、三方能量。我先讲这个三方啊，当然是这边感觉是比较偏感情哦，但是也很有可能是一些其他事物的阻碍，就是阻碍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的能量就对了。那过去很有可能是 A 方啊，在这个关系尚未明朗前三方关系还存在的时候呢，是频频的向 B 方示好的，但是呢，因为一些理由因为可能你们彼此大概都知道是彼此的有一点点像是灵魂伴侣那种，或者是甚至是双生火焰那种感觉，就是你们知道你们的本质好像是非常相像的哦，但是呢，有一个隔阂好像把你们划开了，有一个让你们可能你们的成长背景或者是工作，你们的也许是条件、身份有差距，无论是年龄差，或者是身份地位差，这种等等的，稍微带有一点点道德感在里面，所以呢，对方迟迟也不敢往前，纵然心里明白，但是他就是呈现的是那种犹豫不决的状态。那这个 A 方呢，一直很努力努力呢，到最后连关系都结束了整理干净了，但是呢，却感觉到怎么 B 方还是没有行动的感觉，好像仿佛又在犹豫啊。所以你们两个中间其实是有一点误会的哦，其实是两个都在等待着对方的动作，然后自己才来接招，或者就是说随机应变的感觉但其实你们的目标看似是一致的哦，都是想要往确立关系来进展哦。好，我觉得现在的 A 方也许就是您可能会觉得说有一点点小生气小闹别扭，觉得说我这次
以前都是我主动嘛，以前都是我一直表达，我这次一定要等到你先，有一种这种在赌气的感觉。当然我是讲的比较稍微夸张一点啊，可爱可爱的这种感觉，但是大概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点点闹别扭的心在里面。那又加上了一个可能你身份的转换，所以你现在有一点点顿住了，不知道怎么办啊。好，就纵然心里都明白，可是好像有一些现实的条件，好像没有让你看到未来啊。你就是以眼见为凭嘛，你就我看不到，那我难道是我过去误会了吗？所以很有可能你今天过来点进来这支占卜，要来看看对方是不是也一样喜欢你嘛。那Yui在这边告诉你，对方是喜欢你的他也是在观望你的下一步动作。对方呢，他之前其实是不敢突破，有一点点像是界限、道德等等的，就是你们的差距他有一个没有办法跨过去的线。那现在这条线解除了，他又观望到你的态度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热情了，他就在想，难不成你是需要时间吗？我现在进场，我现在往前，会不会弄巧成拙，这段关系就没了？会不会你已经不喜欢我了？你们两个的想法是一样的你觉得他也觉得你是不是不喜欢彼此了？所以就在观望。好，那么Yui在这边先剧透因为看起来是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应该不久之后你们会有一个契机是可以相处的。好，我觉得这个牌真的是很美这个是塔罗牌中的权杖8，你看好多希望好多流星它把权杖画成像流星一样。那流星也象征就是你可以许愿嘛，象征希望啊，所以你们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然后呢，我觉得你们的未来有一点点像是那种，你们就很像天作之合吧就是可能老天爷都会为你们兴起非常多的机会，然后给你们，让两位踌躇不前的这个叫什么剧本中的主人翁可以相聚在一起。为什么说相聚呢？因为其实也很有那种双生火焰的能量团聚团圆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哇，这是你们中间连接的能量好，我们来看看对方有什么话，对方心里有什么话想要对你说。我就设定 B 方有什么话想对 A 方说好了，好不好？那么如果你今天听到的能量是颠倒的，那么不妨也就参考一下，这可能是对方的想法好，或者是这是你可以检视一下是不是你自己也这样想等等的你可以去对调。好，来看 B 方有什么话想对 A 方说。你把我放在哪？对啊，他感觉不到那个当初的那个爱，好像他也有一点点止步不前的，我要往前吗？还是停下来的感觉你说的对，他其实有一些可能过去你们的谈话，他是蛮认同你的理念你的说法的让自己成为配得上你的人。他现在是自觉是不是自己还配不上你时间不够，有可能你的对象现在比较忙碌，我承担不起。我觉得你们现在有点进入到在深思熟虑这段关系的未来那对方感觉他在衡量自己有没有办法承担。请原谅我，请原谅我的话，很有可能是因为你们之前有一些争执，那他现在有点后悔，
再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隐藏的话呀。I'm becoming a better person。他想要成为，他正在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哦。他想要改进一下自己不足的地方了。可能他知道他自己有所不足，他想要努力成为跟得上你的人，配得上你的人。还有什么话想对我们选项1的朋友说呢？这位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谨言慎行的人，牌不太好抽I know I messed up everything。他知道他搞砸了一切啊，可能今天你们关系会这样踌躇不前，他觉得他有所需要承担的地方，他有责任，他在检讨，他在调整，感觉是这样哦。好，It was my fault, but I blamed you。他觉得其实你们之间有一些事情是他造成的一些错误的，导致今天变成这样的局面啊，是他错，但是他却责怪你。这个人一直不停的在检讨反省。We both know I am not the one for you。他很没有自信哦。他认为你们两个应该都心知肚明，他并不是最适合你的那个最佳人选，他没有信心哦。再来看看还有什么隐藏的话。好，他其实他的心里是有你的啦。那无论如何，是不是有他那边有3方关系，他认为你是他的真爱啊？他其实是很想跟你表白的哦，很想跟你说出他的心声，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还没有讲，没机会讲。I think we should see other people。好，就是有一点点，这个让我感觉就无论如何，他字面上怎么样，我的感觉是你们两个的关系很需要有第3个人能够来帮助，推一把。所以建议你可以去寻求一些你们的共同朋友来帮忙一下哦。Gossip only hurts more。这可能在你们的关系可能要在一起是稍微需要一点挑战的，所以可能有人在旁边耳语吧，跟他说一些有的没的，然后让他踌躇不前。可能过去是这样子他觉得就是这个流言有重伤你们之间的关系。You matter。好，反正就是总之呢，这样子的牌面看起来你在他心中是很重要的哦，我觉得很有正缘的能量。这个提供给你们参考咯。所以今天的结论就是你们是不是互相喜欢的呢？是啊，肯定是哦。好，OK， 那么如果你有兴趣知道你们最终会不会在一起，以及会在一起的关键契机是什么，你想要预先窥探的话呢，欢迎你加入我们的 Patreon 会员。如果你的情况是比较复杂棘手的也欢迎你来预约个人占卜哦。以上2种都可以点进说明栏来查看。好，最后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我将会在每日静坐的时光中为你祈祷跟祝福。也感谢您的订阅点赞，愿这个善的循环成为我们彼此的祝福跟力量。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嗨，亲爱的选项2的朋友，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你跟心中的他是互相喜欢的吗？好，那么今天一样是有延伸占卜的。延伸占卜的话，我们就会来看你们最终会不会在一起，以及造成你们在一起的关键契机是什么。好，那么今天使用的牌卡一样跟上一集一样是限量的心灵之镜塔罗牌。听完解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到网站来选购哦。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抽出验证牌，来看一看选项2的朋友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情形。选项2的朋友啊，Yui 这边感受到的能量是有一种，好像在挥别过去，挥别过去，要迎向一个好像崭新的未来哦。那这个未来是有一点点跟你现在的可能我这个有一种远行的能量啦。虽然这个牌面并不是这样子哈，可是 Yui 这边接收到的讯息是有一些族群有一种远行的能量，好像要跳脱现在的环境到另外一个仿佛崭新的世界的感觉哦。感觉像出国啦，或者是去一些可能也许从原本你可能是住都市，你可能要到乡村，原本你可能住山下，你可能要搬到山上，或者是去旅游，有可能齁，有一个远行的能量，无论是去旅游，无论是真的是移民搬家，这个都有可能。好，然后好，有部分的选项2的朋友现在可能是要有牵涉到要换工作哦，好像要离开一个蛮稳定的职场，看似稳定，可是其实你心里已经酝酿很久了，感觉很不开心，感觉很也许无聊啊，每个人的理由不一样，就是有觉得要离开的能量，所以就是转换吧，有一种转换的能量哦。那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脱离一段感情哦，情感关系，这个都有一种跳脱原本的框架的感觉。好，那么这个就当做给你们的验证哈。我们直接进入主题，你跟心中的他是相互喜欢吗？我们来看一看你们的故事啊，故事线是怎么样子的呢？我这边会设定成 A 方，这边设定就是我的左手边会设定成 A 方，右手边会设定成 B 方，然后中间我看一下你们的情况，连接的情形是怎么样哈。从 A 方过去，看一下。几张啊？好，大概有接收到一些讯息，我等一下一起讲。好，选项2的朋友啊，你们这段关系哈，我觉得有
我现在不知道是 A 方这样还是 B 方这样哈，那你们能量有可能会是互换的哦。那听到觉得有可能是相反的话，你们就去自己对应，自己互相对调，也可以当做是听听看对方的想法啊，或者是检视看看自己的内心是不是真的如此哈。好，那这一段关系呢，有一方啊是属于那种防备心比较强的，他有一个比较严肃哦、谨慎。它的关键字，可是外表给人家的关键字大概会是这样，你一般人看到他会觉得有距离感，他好像防备心比较强，有可能是他的职业，有可能是他的天生的个性，或者是因为过去的背景经历，他知道要这样子才叫做保护自己才可以比较安全，在这个社会上打滚。另一方就是有一点点比较，另一方感觉灵性好强哦，好像是那种有魔法哦，有炼金术士的感觉，好像他手上碰什么东西都可以变成很有价值的东西。哇，我觉得好奇妙哦，就是有一种他好像跟他天生的天生就有一些可能灵感啊，可能他的天线就是接通宇宙，接通神那一类的哦。然后呢，他有一点点哦，让人家感觉是沉浸在自己世界，跟这个世界有点距离感的人哦。可是这个距离感跟另外那位的距离感不一样哈。这个的距离感是他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当中哈。那他好像啊，比如说他可能讲出来是天马行空的话，大家都会觉得不可能，但他就会把它变成可能。这个人有这个能量哦，所以他的显化能力一定很强，心想事成的那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已经很多哈。可能你可以听到他在分享他的过去是怎么样多令人惊奇的一些转机的时刻。可能人生都已经走到低谷快不行的时候啊，就会好像天降甘霖哦，然后他就又渡过难关了这样子哦。好，那双方有一种我觉得好像有一方好像付出的是比较多的齁。那这个付出对方是有接收到的，对方会用你的付出来让自己过得更好更善。我要怎么讲啊？好，我觉得有一方就很像充电宝的角色。为什么我要用充电宝而不是用什么行动电源啊等等？因为它就是个宝贝，它是一个宝物，宝藏男孩或宝藏女孩哦。他在背后支撑着另一方啊，供应他需要的电力、养分。那另一方啊，就理所当然的接收哦。就接收，然后那个还可以拿比如说这方提供给充电宝方提供给对方的电力的，对方还运用的很好，把它用出去啊，好像仿佛是自己天生的一样的那种感觉哦。那这个东西无论提供的是什么资源哦，就不局限。有可能如果是业务的话，有可能是充电宝那方帮他介绍客源、货源等等的齁，然后让另一方呢就理所当然的可以在职场上用出来，就接收了。有一方是付出方，一方是接收方啊，然后就还把它做得有声有色的。我感觉啦，比较像是那个比较活在自己世界的那一方。
好，我来整理一下哈，因为我刚刚接收到这么多讯息，我怕你们听起来有一点点觉得无所适从哈。我来定义哈 ，A 方是那个比较外表看起来冷漠严肃的那个哈，它比较像是接收方。B 方呢是那个灵性比较高的，我觉得是提供电力给另一方的那个充电宝的角色哈。好，现在我就定义这样子咯。好，你们这段感情啊，是不是相互喜欢呢？是啊，很明确是哦。怎么说呢？先讲哦，过去啊，有那个 A 方那个严肃的、防备心强的那个哦。他一直就是他所处的环境啊，好像就是危机四伏哦，常常好像就会不小心陷入到埋伏里面。所以如果是武侠剧的场景的话呢，他就是常常要提防着，有没有敌人突然又对他射了一箭，这种哈，他要把他挡下来。所以他一直长期处在一个戒备的状态，戒备久了，好像也习惯了。他就变成这样的人格，他以为他就是这样的人了齁。好，那过去啊，那个 B 方啊，一直是属于那种默默的、一点一点的用爱去浇灌，有一点点哦，有一点点，就是因为他是充电宝嘛，他是用那种慢慢感化 A 方的感觉哦。慢慢等待，慢慢分享自己的一些比较偏情感面的东西。应该就说 B 方是给 A 方带来情绪价值的，他一点一点的融化了A 方的比较偏理智的那个心哈。那等于就是说 B 方其实是很有耐心的。他结合了他的爱跟一些智慧用尝试用 A 方懂的语言来跟 A 方沟通。好，那 A 方有慢慢的就被融化了。那现在啊的状况是B 方有一点点退缩了，想放弃了，因为好像迟迟的在碰钉子的感觉好像 A 方呢就是看着前面， B 方呢只能在后面仰望着 A 方，看着 A 方的背影，支持着 A 方，但是 A 方就大步往前走了，好像仿佛没有注意到自己，没有回头看看 B 方我啊，这种感觉所以他其实 B 方的心里是受伤的，会觉得这段感情好像看不到未来啊，有一点点，如果要的话，我是不是就只能忍耐呢？忍耐，或者是继续这样子被晾在那里的感觉。那其实 A 方的心里啊，现在已经成功的被 B 方感化了。也许不要用感化这个词好了，就是说，其实 A 方心里已经认定 B 方是跟他连结很强缘分啊，连结感啊，还有甚至是把 B 方当作伴侣那但是呢，就是你们中间连结的能量是那种有一点让我感觉像是老夫老妻的感觉老夫老妻在欠缺沟通的感觉就是有一方其实是失落的， B 方其实是失落的，觉得自己的情感面
没有被关注到。那 A 方还自以为的觉得我们现在很好啊，没有问题啊，有一种这样子的状态，还不晓得 B 方在不愉快、不舒服的感觉，就好像就因为 A 方是比较自顾自的往前走了嘛，就很顺理成章的拿了 B 方的资源，拿了 B 方的爱，拿了 B 方的支持，就往前走了，自以为自己是 B 方是会无条件的挺他，那他就是看前方嘛，好像所谓的看他的世界，看他的战场，看他的大局，然后就把 B 方晾在后面。好，但是 A 方没有这个感觉哦 ，A 方还觉得我们两个是有一起往前的 ，We are the team 那种感觉，说我们就是一组的嘛，我们就是同一队的嘛，那一起，我们是在一起往前，而 B 方是觉得你只有自己在往前。我被你晾在后面，所以中间是有误会的哦。这个有一点点像老夫老妻的能量，需要沟通。好，那我这边我不觉得，就是有一些族群可能不是台面上的关系哈，因为我有接收到，有可能是比较是多角，这个也都有可能哦。但是这个是对应到比较个位数的人啦，大部分让我感觉是你们这段关系有一段时间了齁。好，那近未来大概会变成A 方就是越来越自在越来越勇于挑战。勇于做自己，有一个 A 方有个大翻转的能量哦，从那个处处戒备防备心很强可能也比较批判性讲话也都比较批判，比较决绝的哦，突然变成了一个好像仿佛孩子般天真、单纯、勇敢哦，想要探索新世界的感觉。但是呢 ，B 方从一开始的默默等待、守候，然后有一点绝望，觉得自己被晾在后面，转变成有点决定要停止付出了，就是拿出了自己的态度来，想要就是让就是 B 方有点强势起来的感觉理智起来了他觉得有点恢复理智了，就有一点点想要做自己，这个做自己是有一点点表态了就是说我再也不要这样子无条件的支持你、供应你，这个是一种比较强烈的表态。第二种可能就是会选择沟通了，就是他决定说出来了，说出来自己过去的心声，并不是 A 方所想的那样那么的理所当然哦。我 B 方可是有怎么样在付出，不然 A 方你也不会有今天等等的，他可能会讲出来了，可能过去他都是选择隐忍。好，所以呢，我觉得你们的关系感觉走向是好的哦，因为连结的能量是一个还蛮实际、蛮实际面的一个能量就是好像会再把基础再加深、加稳一点的感觉哦。好，这边感觉是这样啦。那实际上你们终究会不会在一起，我们就看一下延伸占卜哈。现在我们来看看对方有什么话想要对你说。我觉得我就设定，我假设你是 A 方好了，我想要看 B 方有什么话对你说。不好意思，因为大众占卜，所以如果
没有全部双方都讲到，就是请多多包涵哦。因为我感受能量比较强的，可能是比较多 A 方的来听，我就讲 B 方有什么话对 A 方说。讨厌你，好 ，B 方在生闷气哦。互补哦，他觉得你们两个是互补的啦。其实他当充电宝也觉得他，因为他天生好像就比较疗愈嘛，比较多可以支持你的东西，所以就也就这样认了。该怎么办？他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怎么沟通。旗鼓相当哦，旗鼓相当，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点你们有时候会斗嘴，但是感觉比较像是暗地里在较劲的感觉，没有说开。回忆过去点点滴滴，好，我觉得现在 B 方有一种想要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啊，这种想要放下的能量哦。我养你就有点像是这个充电宝的感觉，会觉得反正无论如何我是可以支撑你的的这种，他有这种气魄哦。看看还有什么隐藏的话想说呢？I regret lying to you。他有跟你说谎吗？他后悔他有对你说一些谎话，他后悔了，他觉得不应该这样子的。Finding out the truth crushed me。好，他可能有看到一些什么事情是，他觉得可能是看到了某一些真相所以有一点打击到他他这个是，我有感受到有一些族群可能是他在B 方觉得 A 方不爱他，可能从来没有爱过他，他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相被他发现。再来看看。B 方有什么话要对我们 A 方说呢？You were the best thing in my life。你是我生命中出现过一个最美好的事。所以其实你有带给他很美好的回忆回忆，那也就表示可能有族群是吵架断联I hate who I really am from you。我觉得他有在你面前隐藏了真实的自己，所以这边有一些族群很有可能是那种网恋，也有可能是就是稍微有点距离，还没有办法看得很没有办法，我有感受到啦，就是有的人可能是网恋远距离，然后可能都没有见过面对，有这种，然后也有那种，就是这可能是个位数啦也有那种就是老师都是比较像是在职场上面会接触，所以就是都有一种距离感，好像还没有让你看到真实的他自己的感觉。有没有呢？有什么隐藏的话想对我们的 A 方说 ？Love me， 请爱我，爱我吧。他想要你的爱。
I want you to choose， 他想要你做出选择，你要离开或留下，这种感觉就不要耗在那里的感觉What do you want？ 你到底想要什么？他搞不清楚你想要什么。若有似无，然后呢，好像对我还是有感情，但怎么又好像躲起来。Do you think about me too？我觉得这个人有在想你，在思考你们的事情，然后他也会在怀疑说你是否也有在想他啊，在思考这段关系啊，你还在不在意这段关系？好，那我这边又有感受到，有可能就是这个能量可能就是验证的时候是跟在设定 A 方 B 方的时候又会有互换我这边有感受到有的族群是这样总之没有关系结论就是你们两个是互相喜欢的。好，那但是呢，有一方现在在放飞自我，做自己，有一点点在尝试新的方式、新的挑战。那有一方呢，就开始，另一方是那种不对劲，觉得你我想要跟你讲清楚，可是现在好像不见得行动了没可能还在脑袋里盘旋这个念头，就是我想要知道你确切的想法是怎么样，为什么你会有如此的转变，你的态度为什么变了等等的好，结论就是你们两个是有相互喜欢的好的，那么如果你想要知道你们最终会不会在一起啊，以及造成在一起的关键契机是什么，欢迎你加入我们的 Patreon 会员。那如果你的情况是比较复杂棘手的，也欢迎你来预约个人占卜，以上2种都可以点进说明栏查看。最后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我将会在每日静坐的时光中为你祈祷祝福，也感谢您的订阅跟点赞，愿这个善的循环成为我们彼此的祝福跟力量。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嗨，亲爱的选项3的朋友，现在我们就来开始看一下你跟他是相互喜欢吗？好，然后今天一样是有延伸占卜的延伸占卜的话，我们就会来看看你们最终会不会在一起，以及造成你们在一起的关键契机是什么。好，那今天使用的牌卡一样是跟上一集一样是限量的心灵之镜塔罗牌。听完解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的网站选购那我们现在就来抽出验证牌，看一看我们选项3的朋友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好，我感受到选项3的朋友现在可能算是有一些我闪过一段话叫做关关难过关关过，就很有可能你已经经历过好多我感觉像是你人生中的一些突发状况啦，不排除说你有一点点像是刚从那个灵魂暗夜爬出来就是辛苦了，有一种这种过去不容易的能量可能已经造成你伤痕累累了，但是你还是撑下来了而且你不止撑下来，你也不止爬起来，你还爬上了山正要往山顶走去所以你看起来不容易然后呢，我觉得你现在可能也正在处理某一些比较棘手的状况，是需要你全人全心去处理的。我感觉你的
专注力也都放在这件事情上哈，就是眼前好像还有一些棘手的事情正在处理当中。然后呢，你是没有放弃希望的哦。我觉得你的心是很正向积极的，就是比较偏正向的，所以好像这样子积极的信念支撑着你一直走到今天。纵然身上就是身心有留下了一些伤痕，可是是一个辉煌的战绩的感觉哈，是一个值得让人尊敬的伤疤。好，然后呢，有部分族群可能有经历一些官司，那这个官司有可能是有受到不公平的，比较没有，你觉得没有受到公平的判决吧？就是这可能是个位数的人嘛。然后呢，有一些族群是，有可能是在无论是事业或学业上，就是或者人际关系上有觉得被不平等的对待，有这种不平衡的感觉。好，那这个就给你们简单的当做验证哦。好，我感觉到你们这一对有一种其实好像是你们，我有点不想讲双生火焰，可是就有一点像但是有一方好像还没有觉醒，一方已经觉醒了。我们往下看好了，这个先给你们简单当做验证哦。好，回到我们的正题，你们是相互喜欢的吗？那我今天会设定左手边是 A 方，右手边是 B 方，然后来看看你们的关系状况是怎么样哦。好，这一组感觉有点不太容易哦，你们。哇，好。突然有一点好像需要深呼吸的感觉，有一种闷啊，可能是你的心声哦。你们等我一下，我今天想抽9张牌。谢谢你的耐心。好。
好，那我现在开始来为你解说哈。我觉得，这边有看到一些族群，可能是那种师生关系啊，可能是因为一些学习而认识的，那也有可能是职场上他是你的主管，他是仿佛像老师一般的角色齁。那这能量有可能是会互换的，到时候你们自己再去把它调过来。那如果说听到的好像是自己的能量，也可以当作是顺便检视自己的内心，我觉得也不错齁。因为毕竟是大众占卜嘛，没有办法就是到这个全部好像都是为谁讲齁。好，为什么我会说有双生火焰的能量呢？是有一方啊，我就设定为 A 方好了。A 方跟 B 方， A 方是那个我这边感受到是蛮有灵性的哦，就是有灵性的那个天赋天分哦。所以呢 A 方是比较先觉醒的那一方，因为认识了 B 方，让 A 方走上了探索灵性的道路，所以 A 方意会过来，觉得说这不是偶然哦，我今天会走上这条路是因为 B 方，那相遇一定有意义，所以他意识到了可能双方你们是双生火焰的关系哦。总之是一个灵魂连接感特别强的，这个 A 方有意识到。B 方呢，感觉是很认真的在帮助 A 方，在教 A 方，他的感觉无论年龄啦，他的感觉就是好像地位比较高一阶，是以上在看下的眼光。那B 方开始有一点点本来是很认真的在，也许我就先举教学的例子好，举师生关系的例子，但是你们自己去替换一下很认真的是在教导学生，好，但是呢后来渐渐感觉有一点点不太对劲哦，你到底哪里怪怪的也说不出来啊。我真的是单纯的在教他吗？好像感觉有一点点越来越 close 了耶。那我先不要想我就继续教，但就越来越不对劲，越来越不，他自己觉得不对劲啊，觉得这样不行了所以可能有一方做了切割。好，那这个你们的故事啊，就是 A 方啊，有可能是经历过离婚，经历过一个很长远的关系，断开了齁。所以其实 A 方呢，应该要是属于被安慰齁，应该属于要疗伤的状态，却遇到了 B 方。当然他某程度因为 B 方有振作，可是呢 B 方有可能给他了致命一击，把这个关系断开让他很受伤，让 A 方啊好像夜不能寐，有的严重的啦睡眠都有困难，想要好好的睡觉都不行，而且常常好像做噩梦的感觉让这个 A 方又陷入了另一个就压垮 A 方的最后一根稻草的感觉就是 A 方其实是需要帮助的但是呢却被喜欢的人来一个致命一击的感觉然后呢这个 B 方他其实过去他的心态是过去就是觉得我们就是互相帮助嘛应该说他帮助你比较多，他帮助 A 方比较多如果这个有情感的成分在，那也其实就是像朋友，好吧，顶多好朋友好吧，顶多青梅竹马好吧，再上去哇，我不敢想了这种感觉所以他止住了，
但是呢 ，B 方现在的状态啊，是他开始回忆起过去 A 方的温暖，A 方的陪伴。B 方理当是在上对下在看 A 方的哈，可是呢，其实 B 方得到了非常多的滋养跟情绪价值是来自于 A 方的。他现在意识到了，他好像切割了一个不得了的存在耶。然后呢，他看着过去的画面，想象着过去的美好，感到孤单、寂寞、冷啊。现在他是有这种的感觉哦。好，那么不久的之后未来不久的未来 A 方呢踏上了一个找寻自己的路有可能已经发生了就是每一个族群不一样，就是放下了这个感情，选择那我就去探索我自己吧，先爱我自己。所以呢 A 方现在的或者是不久的未来的状态将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他好像找到了他自己，他找到了希望他就开始有一点点像是这个就慢慢的把这个悲伤的情绪放下了，他活出了他自己全新的样貌，开展了全新的世界。然后呢，这个 B 方啊开始发现惨了，原来我对 A 方有感情，是有爱的，我会思念 A 方，但是已经觉得不知道怎么挽回了，好像已经没有任何迹象或者是机会甚至是可能都联系不上了。好，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对方啊，我觉得你们就是对方有意识到说他对你其实是有感情的啦，有想到过去的你们这段但是你们的未来感觉有一点点要交给命运的安排耶。如果是双生火焰的话，有可能不是这辈子团聚，有一点点就是不一定我现在讲的不一定因为这边牌面没有告诉我就是你们的未来走向是有一个开放性的就是看你们的未来如何去走，有一点点要接受命运的安排。好，那但是我看到啊，如果你是 A 方你的之后的人生就是你过了那个悲伤的期间之后，你开始找寻自己啊，你是那个充满希望的耶。你看到这个牌有够可爱它是 The Sun一片向日葵看着太阳，然后包含着一只可爱的狗狗也看着太阳太阳花，那它是太阳犬，就是你有一点点像是搭上了一个前往光明的列车，你就往那个顺流的方向，你会有一个崭新的人生。那这个时候对方想要追回来的时候，已经感觉有一点点他会觉得太迟，有一种这种感觉好，那这边我刚刚还有抽出来一张是命运之轮它的这个命运之轮啊也画得很可爱，是个旋转木马所以我觉得你们未来是有机会再相遇再相见的但是很有可能就是匆匆的我可能有几个人个位数吧，有一种会
就是这种双生火焰追逃这种错过的能量啊，有可能要下一世。但是呢，大部分的我接收到的族群是会再有一个机会让你们再相遇、联系、相见等等等的这个就是蛮开放性的结局咯。好，那到底你们最终会不会在一起，我们就延伸占卜的时候再来详细看一下现在来看看对方有什么话想对你说。我想要设定 B 方有什么话想对 A 方说，我把你当作是 A 方OK， 对方有什么话想对我们 A 方讲呢？狡猾，可能觉得就这样让你离开了，思绪乱乱的，有一点点他觉得你偷走了他的心吧，有点狡猾的感觉欣赏你，他发现他欣赏你，等你找我，如果你们真的断联了，还有联系方式在的话，不妨尝试看看找他好甜蜜。他回想起过去，觉得很甜蜜。我准备好了，有没有真的很像双生火焰追逃的能量？一方追着一方，然后又交换过来。好，还有没有什么隐藏的话想对我们像3的朋友说呢？It's time for me to heal now。他觉得他现在是需要疗愈了。我觉得他需要你他需要的是你的疗愈。You speak to me through music， 可能有听到了一些你们过去共同会听的歌，他想起了你他想起了你对他说的话，点点滴滴，透过音乐好像又回来了。可能过去你们是会互相分享音乐的I know that I crossed the line with you。 他觉得他有越过了一些不该越过的线，他是自责的。这个人应该是感觉责任感比较强他觉得对你有感情是一个罪过，道德感也比较强吧，我在猜。就是多多少少你们有一点点差距吧，禁忌之恋的感觉好 I remember every detail of that day。 他记得那一天所有的点点滴滴，可能就是你们有共同经历过的一些日子吧，事件，或者是你跟他说的话、做的事，他都记得哇，他发现他对你是有心的有上心If I follow you, I could lose everything。 他觉得他不能跟着你走，不然他会失去掉一切。他不能顺着你的意思行，不然可能会影响他很大。他认为啦I am obsessed with your body。 他觉得你很有魅力他对你其实是有激情、有热情的
有幻想的哦，有幻想过哦。那也不排除你们是真的有发生过关系，有的族群吧。I'm too afraid to talk to you。他太害怕跟你说话了，他现在有点羞愧哦，愧对于你。好，那看字卡，我觉得他是后悔的。如果你们还有办法联系的话，不妨可以尝试看看哦。如果你还喜欢他的话啦。好，那么我觉得差不多这个就是选项3的全部讯息了哈。如果你有兴趣知道你们最终会不会在一起，以及造成在一起的关键契机是什么的话，欢迎加入我们的 Patreon 会员。如果你的情况是比较复杂又棘手的，也欢迎你来预约个人占卜哦。以上2种都可以点进说明栏查看。最后，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我将会在每日静坐的时光中为你祈祷祝福。也感谢您的订阅点赞，愿这个善的循环成为我们彼此的祝福跟力量。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